法属圭亚那不但是法国13个海外领土中唯一的非岛屿地区，同时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处，而且它是欧洲航天发射中心的所在地。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部赤道附近，北临大西洋，海岸线长达320公里。法属圭亚那面积与葡萄牙相当。法属圭亚那最早的居民是加勒比人和阿拉瓦克印第安人。圭亚那在印第安语中意为多水之乡。法属圭亚那同周边的圭亚那、苏里南、巴西阿马帕州、委内瑞拉东南部分共同组成了地理学上的圭亚那地顿，拥有未经开发的热带雨林。在欧洲人到来之前，当地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。直到1498年，哥伦布第3次远航美洲时，才对圭亚那的海岸留下了文字记载。大航海时代，西班牙致力于开拓墨西哥、秘鲁等地，葡萄牙则把方向放在了巴西。作为两国势力范围边境的圭亚那地区就被冷落了。当时，圭亚那地区流传着失落的印加黄金之城的传说，吸引了英、法与荷兰探险家前去寻找。英国希望发展一处潜在的制糖殖民地，法国认为这里是袭击西班牙船只的前哨据点，荷兰想要将其拓展为贸易网络里的一处中转站。荷兰人首次在圭亚那地区建立了定居点，后来印度、欧洲移民纷纷前来。1604年，法国开始尝试在圭亚那东部建立定居点。在葡萄牙干涉下，法国被迫放弃该计划。由于当时的法国在北美和印度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，因此法国直到1643年才在卡宴建立起定居点。19世纪初，英、法和三国订立界约，虽然三国在圭亚那地区各自确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，但经营理念却截然不同。荷兰在当地更注重经济利益，荷兰奴隶主因过于残暴而臭名昭著。英国在圭亚那地区的殖民政策较为灵活，奴隶享有接受宗教教育、参加礼拜、结婚等权利。同英国与荷兰相比，虽然法属圭亚那是一个旅游天堂，当地森林覆盖率高达90%，但最初只有一些零散的印第安原住民在此居住生活。在第一批法国定居者来到圭亚那后，对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和奴役。1763年7年战争爆发后，法国失去了大量海外殖民地，而原本属法国殖民边缘的法属圭亚那一跃成为法国最大的海外领土。法国政府在1763年至1765年间，向法属圭亚那输送了12000名农民，用于开垦土地。法属圭亚那的早期农业种植主要集中在土壤不够肥沃的高地上，直到18世纪末，这里才大规模给沼泽排水。因为管理经验不足以及水土不服、疫病等原因，有近一半殖民者死亡。这场惨剧加深了欧洲人对圭亚那地区不易生存的刻板印象。1852至1939年间，经统计有超过7万名法国罪犯被驱逐到法属圭亚那。监狱是由简陋的石头砌成的，只有一个装有铁栏杆的窗户和一扇木门。当地每年有7个月都是雨季，湿度水平高达95%。雨季来临时，剧毒的蟹蛛从牢房的缝隙爬进来，杀死了很多犯人。潮湿酷热的天气和糟糕的卫生环境给犯人们带来了各种疾病，再加上各种热带寄生虫，每个罪犯平均只能存活5年左右。由于法国当局一直认为法属圭亚那没什么值得开发的，以至于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，当地无任何形式的政府。由于法属圭亚那基础设施匮乏，疾病流行带来的高死亡率长时间内居高不下，使得当地人口直到1946年仍不满3万。其中，卡宴有约1万余人，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。在这时，法国才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当地生活条件。1946年，法国宣布法属圭亚那为法国的海外省。从1947年开始，法属圭亚那拥有有限的自治权。从此，该地区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会有2个议员席位。冷战中的美国与苏联军备竞赛，让法国意识到保持强大军事存在的必要性。为此，法国在1962年建立了国家空间研究中心。起初 ，CNES 的发射中心位于阿尔及利亚，后来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被迫放弃。由于地理位置靠近赤道，场地大，人口密度低，法属圭亚那成为了新的航天中心所在地。
当法国主导欧洲研制的阿利亚纳系列火箭取得成功后，给法属圭亚那带来了重大的机遇。圭亚那太空中心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，除了每年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外，还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发射中心所在的库鲁迅速扩张，取代了过去流放殖民地中心的圣洛朗，成为法属圭亚那仅次于卡宴的第2大城市。法属圭亚那的人口因太空中心的存在，而有多达33%时常往返法国本土。圭亚那太空中心的建立，为当地带来了约占总 GDP 的25%收入，这也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当地的经济。1977年，法属圭亚那成为法国的一个大区。因为当地原住民寻求独立，在2010年，法属圭亚那就自治权问题展开了全民公投，48%的公民参加了投票，近70%的选民不支持独立。对于高度依赖于法国政府财政支持，每年能从中获取5亿美元的法属圭亚那而言，独立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。法属圭亚那采用的是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。法国除专门在法属圭亚那卡宴设立了热带地方疾病研究机构外，还为当地6到16岁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。据欧盟数据显示，当地居民失业率高达20%。2017年3月25日起，法属圭亚那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，抗议当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社会治安问题。几周来，当地民众的抗议示威逐渐演变为全境范围的罢工，示威人群将公路围堵封锁，该地区经济濒临瘫痪。由于受地理位置限制、基础设施陈旧和缺少熟练工人等原因，法属圭亚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法国援助。